这次日经指数整体的上涨它属于哪一个阶段，后期向上的空间还有多大，目前我们处于推动浪上行浪当中的哪一个部分。那带着以上问题，我们开始本次的视频话题。大家早上好，欢迎来到正经参考，这里是品种共享的技术参谋部。如果你有看不准的标的，可以私信约稿。本频道专注剖析美港股、数字货币、期货以及金油的中长期走势，通过波浪结构解盘看形态入场。欢迎伙伴们关注、订阅、点赞、分享。因目前约稿的标的越来越多，为了优化服务，快速完成视频的制作上传，那么后期更多的品种会第一时间在社群更新。B 站将逐步减少充电128和会员约稿视频的上传，因此大家充电后要及时的来 加 QQ 来约稿，以及来了解会员的权益和福利。接下来我们进入到本期视频的主题。本期视频我们要说的是一个指数是日本股市的日经指数225。因为最近就是说去日本，就是最近几年去日本不管是旅游定居或者是移民的人是越来越多，所以说咱们中国人传统的投资方向也会从国内的股市转移到像美股、港股或者日本股市。那今天我们就重点来说说这个日经的225指数。那从目前的整体走势来看，月线图它是已经出现了第一轮的上涨走势，目前是处于第二轮的上涨趋势当中。那么我们开始要逐一的分析。那首先我们还是要研究一下1949年到这个1989年这40年当中第一轮的上涨趋势它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性质。1、2、3、4、5、6、7、8、9。日经指数第一轮的上涨走势，它是一个9波推动的一个形态，也就是从常规的5浪推动演变成了9波推动的一个形态，所以它铁定是一个推动浪铁定是一个推动浪。整体的运行时间，刚才我们看到了用了40年的时间，整体的涨幅也是非常的大。在这40年的牛市结束之后它从1989年一直到这个2009年，也就是说这20年的时间里，它处于一个中长期的回撤调整当中。那这一次的回撤调整，我们首先还是先大致画一下黄金分割，看一下它回落的一个幅度。可以看到整体的回落它是已经盘中跌破了764这样的一个位置，那说明它回落的这个幅度是没有问题的也是非常充分的。再一个，它整体回落的时间用时是20年，相对于第一轮的牛市40年来说的话，它这一次整体的调整的时间跨度也是没有问题的非常的充分，非常的充分。所以目前我们就要重点研究这个20年的熊市调整结束之后市场再次进入到了新一轮的推动浪走势目前是运行到了推动浪的哪一个阶段。首先我们要确定这个低点是6994，这是第二轮牛市的一个起点。从6994步入到的第二轮牛市，那首先我们会看到起手它是先运行了一个1、2、3、4、5，这是第一轮牛市的第一波我们也可以把这一波合并为整体看为它是上涨的第一浪。这个第一浪走势结束之后市场是迎来了一个3波的调整3波的调整 ABC。 那这个调整结束之后我们可以认定为它是一个回撤的二浪结束了。那目前从这个二浪低点大概是16400左右，它其实是已经进入到这个三浪上涨当中。但是这个三浪上涨不同于以往的三浪，为什么这样说？以往的三浪走势都是非常凌厉，而且波幅比较大的，并且在这当中的三浪三当中，常规来说的话，它的走势幅度都是非常剧烈的。但是这一次我们看到它整体的走势，三浪和一浪的比例并没有达成一个非常夸张的一个预期幅度比例也就是不到 1.382 倍不到 1.382 倍。但是并不能因此我们就认定为它不是主升三浪，它依然是主升三浪。
既然我们认定它是一个主升三浪，那我们可以看到现在三浪的内部也是出现了一个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五浪推动的一个形态。这个是第五浪，等这个第五子浪走完以后，也就意味着整体的三浪走完了。它有可能会出现波浪理论当中以往的另外一种比较另类的走势，就是一浪三浪整体波幅不会特别大，但是在第五浪当中它会弥补这个涨幅。那好，既然现在我们已经知道目前我们是处于这个三浪五当中，那么我们就要通过一浪和三浪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大致测算一下上方它所将会面临的这个压力位于哪里，这是一种方式。另一种方式，我们要通过40年前的这一波牛市来测算一下和当前的这波牛市它的一个幅度比例关系，同样也是找到它上方潜在的这个压力目标位于哪里。通过以上两种方式，我们看到近期重点关注的有一个关键位置在44790到这个44590，这是一个区域，可能会在短线会在这一线出现一个次级别的一个调整走势或者洗盘，44790到44590后期一旦向上突破这个关键的压力，那么首先我们会看到2倍的距离，再往上运行，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一个区间，这是目前我们能看到的最近的2个压力目标位分别是51260，更高的位置是位于57930到59230。那通过以上的结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目前我们是处于主升三浪当中的第5个子浪，后期整体可能还有一定的上行空间，但是一旦这个三浪结束之后必然可能会再次出现一个类似于黑色段的一个调整走势，这是所谓的第4大浪4浪。等这个4浪结束之后呢，市场可能会迎来最后一轮的上涨第5浪。届时我们再根据这个4浪的回撤目标再来看后期上涨这个5浪潜在的压力目标位于哪里。但是我们现在通过以上的这种结构划分，那么我们就知道了日本的股市的牛市第2轮的牛市应该才刚刚过半，后期整体的上涨趋势还需要更多的一个时间。因为第1轮牛市用了40年，调整用了20年，那这次牛市它启动点是在2008年，那截止到现在也不到20年的时间刚刚也就是17年左右所以后期不说40年吧，至少从这个低点算起来有30年，那也就意味着至少这波牛市会持续到2038年，还有可能全部这波5浪上行的结构全部结束。所以当前对于日本股市来说的话，它还是处于一个牛市的发展期当然这当中我们也要注意中间的这个节奏把握，因为我们可以看到4浪这个调整它也会用时比较长那我们再看一下上一次这个2浪调整它的一个用时，大致是用了不到2年时间那下一次这个4浪调整可能会是2年或者3年时间，所以说中间这个节奏把握会非常重要。目前我们只是看到运行到这个3浪5当中那接下来我们通过更小的周期来看一下目前它处于3浪5当中哪一个次级别走势。我们将时间调整到周线图，目前的走势整体走势来看的话，最后这个3浪5整体的形态还是比较强的因为当中的次级别的调整时间都非常短，它应该还是属于一个加速冲顶的这样一个阶段如果非要划分出它一个次级别的结构，那么我们只能将时间继续调整到这个日线图来看一下。通过日线图的走势，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一波上涨第1轮的上涨，然后中途出现了一个类似收敛的一个调整形态然后继续向上的一个运行走势。那我们大致数一下，目前是1、2、3、4、5、6、7、8、9，按照多头如此强势的这种形态，
我们首先一点，我们要保持一种思路，就是说它有没有可能从目前的9波运行演变成一个所谓的13波走势这种概率还是比较偏大的。所以我们还是要顺应这个日经指数从目前日线图看到的这种结构当中，每一次调整幅度都比较浅，用时也比较短，但是整体上向的结构特征有可能会从目前的9波预期延长发展成最终的一个13波延长。好，以上就是今天我们抽时间对于这个日本股市的指数日经255的整体的一个大结构的一个波浪形态分析。那么刚才我也说出了自己的结论，目前是处于第2轮牛市刚刚过半，后期所需要的时间还远远没有完成。在这个阶段里面，对于投资者来说的话，那就是精选日本的股票等待后期整体行情的一个持续性的一个发展。好，本期视频到此结束，我们下一期再见。